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又遇变盘点，这次还能加速上涨吗？蛇口正在寻找市浪低点175上下，是重要的做多和做空的点位。特斯拉依旧波段看涨，但要寻找新的低点买入，有几个支撑价位需要你去知道。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我们讲到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8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我们同样在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目前的美股投资环境，在指数上我们去发现它的风险和机会。为什么在这根阳线出现之后，我们说它是一个变盘点？怎么去识别？这是昨天我们公开课的一个内容，稍后阿哲会做一个复习。我们再通过浪形和日内撑压来讲一下目前具体的操作策略。在明白指数的环境之后，我们会来到个股环节，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蛇口。特别呢是蛇口，我们最近在盘前广播当中经常提到这个个股，甚至盘中呢，阿哲也不断的有去提醒这是个股的一些操作。如果您是能够接收到阿哲盘前广播的订阅同学，那么在昨天的盘前，你应该看到阿哲有讲到蛇口存在30分钟的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呢是在上周周五出现的。所以有些同学呢，在看了阿哲昨天的公开直播和我们的盘前解析之后，在这一只标的上，甚至短线能够获利10%以上的正股的收益。而目前的蛇口，如果真的是寻找日线的市浪低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收益，在后续应该不会很少见。最后在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 Coin 半导体指数、博通、AMD、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标的。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您会看到阿哲平时的目录当中会有很多标的的设计分析，所以时间的长度一般会偏长。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或者说您的时间比较着急，阿哲的建议是您点击这个播放按钮旁边这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视频当中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一个个去标记整理的。也希望阿哲的这个操作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疑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复习一下昨天所讲到的变盘点识别技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呢有一些小标记，那么这个标记的产生就说明它当天是一个变盘点。变盘点的含义呢，它有2种，一种是转向，一种是加速。如果在下跌时遇到这个变盘，那么股价能够突破它的高点，就说明这个变盘点呢很大概率是一个低点变盘。而假如出现在上涨加速当中，它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那么当它的低点被跌破时，这确认这个调整将要开始，高点变盘成立。那么这一个变盘点是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能够看到 K 线的颜色变化，就能够去发现这个变盘点。它这个变盘点呢，阿哲称为212变盘。所谓的212，就是有2个同样的颜色，中间夹着一根不同色的 K 线，那么就会构成这个变盘点。比如说像这里有2根阳线，然后中间是一根阴线，是一根红色的 K 线，后续又多出2根阳线，是不是2根绿色，1根红色，2根绿色构成了212之后呢，下一根 K 线它只要没有保持之前的规律，那么它没有是一根阴线，那么它就算是打破了整体的节奏，就是变盘点。因为这一天是阳线，所以它变盘了，是不是前面这里也是212，那么后续这里呢，它是阳线，它不是阴线，所以打破了，这里是变盘。那么变盘点出现，它只要不能够去快速的反包它，突破它的高点，就说明上涨当中遇见它容易是高点的变盘，而跌破它的低点意味着调整是正式的开始。当然了，有时候变盘点呢，它不一定就非得是由上涨转为下跌，它有时候也会由上涨转为震荡，这种也是一种改变。那么我们再看到前期的这个行情，其实在震荡时出现呢，它偶尔也会产生作用，但是我们更希望它在当边行情产生。这里是一个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这里本来应该是阴线的，按照规律来讲，但是它出现了1根阳线，所以这一天是变盘点，而后续看到它是一个变盘低点，快速的突破它的高点。那么目前你就会知道阿哲为什么说这里是个变盘点。首先它为什么容易物极必反？因为最近的行情涨势太强，每天都是新高，每天都是高开，所以这种行情它本就难以持久。而在上涨时呢，又是 K 线实体在不断的缩短，所以呢动能上涨在减弱。它只是缺一个右侧的确认信号，但左侧在上周我们已经说了，开始止盈，不要随便的加仓。
你想要更为保守、更加明确，那么可能等一根阴线下跌再去减也不是不行。这是一个左侧和右侧不同的一个理念，没有对错之分和优劣之分，只看不同人的一个交易风格。那么现在你就看得懂它这里为什么是变盘点，因为前面这里是2根阳线，这里是2，这里是一根阴线，这里是1，然后这里是2根阳线，这里是2。如果这一天是阴线，就说明规律还在徘徊，还在继续；而这一天是阳线，说明它是一个变盘点。变盘点出现呢，我们不能说它100%会跌，但是因为它单边上涨，所以跌的概率、高点变盘的概率大大增加。我们的确认信号就是有那么一根阴线把这个10日线的实体下沿给跌破，这叫确认信号。当出现一根阳线收盘价突破它的最高点时，说明这里的变盘不是高点变盘，而是再度的加速，还有更高的空间。不过目前阿哲的建议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赌它再次加速，之前的获利其实已经不少，短线落袋为安，左侧去开始止盈，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呢也是我们昨天在公开课时去讲到的一个内容。现在我们简单做一个复习，接下来我们讲到第2部分，关于纳指的浪形。因为昨天股价的上涨突破了我们在上周周六讲到的一个点位啊，应该是20338左右，那么就说明它目前的5浪上涨呢不是一个小5浪，而且最近的这种上涨是不是也把这个箱体给超过去了，没有什么压力位，没什么作用，它不应该这么画，市场呢并不认可，那么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小5浪，而是大5浪的启动初期。我们说大5浪的一个空间在现在这种行情下怎么去测算呀？是不是看一下一浪的0.382、0.5、0.618和1倍1.618？那么这个点位呢，离得最近的0.382就是20543.3，那是不是基本上也比较靠近了？大家记得这些点位不是100%要碰到它，就是靠近它就已经要开始注意了。但以目前的这种5浪的加速行情来讲，阿哲认为它只是遇到浪1的0.382就是一个压力，就是一个终极目标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阿哲觉得呢，0.5倍到0.618更多的可能性是成为本次的5浪的一个滞涨点的一个可能，而0.382呢，在这里成为一个5浪的终点的可能性，阿哲认为是偏低的。所以我们可以往上看到更高的这2个空间，只是目前出现左侧的物极必反短线冲得太厉害了，对于第一个目标位382冲得太厉害了，所以在临近382的位置出现某些回调啊、震荡啊、调整啊，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后续阿哲认为，只要没有破某些回调的关键位，依旧可以往上去看更高的0.5和0.618。那么往下不能破哪些点位呢？那个点位还比较远，所以阿哲今天呢就先不讲。我们下节课程在周4更新视频的时候，会把底下的关键的支撑，具体哪个点不能破，我们会给他去讲到。今天对于浪形的更新，我们就更新一个，目前不是小5浪，而是一个大级别的5浪的运行当中，并且目标它的终极目标应该不是0.382 20543.3这个点位，但短线上呢遇到了阻力，而短线上呢 K 线上的动能有所减少，所以短线上是要有所小心的。这是目前阿哲对于行情、对于指数的一个观点。而指数的环境是不是基本上影响7到8成的个股？所以如果指数有风险，那么7到8成的股票，特别是短线加速上涨的，那是不是左侧止盈？它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问题，除非在这一个变盘点的位置再次出现反包。过去20543.3，就说明它这里可能要选择不调整，直接往上去加速，去冲击20916.6，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加仓，再买回来也是 OK 的。那么以上呢是对于变盘点技术短线风险的提醒和对于浪形的空间，我们再次的做一个改正和修正。希望这2个观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给阿哲的视频，感谢您的支持。而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宽裕的，阿哲也希望您能够顺带着点击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的照常大力支持。而假如您是新同学，如果您觉得阿哲的技术分析对您有所帮助，能够给您有些提醒的话，那也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时可以点开订阅按钮，那么它会显示已订阅，在已订阅之后，您就是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了。再顺手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公开的直播观点，都会在发布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希望对您能够有更加及时的提醒和帮助。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是日内撑压。
那么这一个环节也是阿哲每期视频必备的，也会在每期视频当中给到大家指数和很多个股在当天盘中日内的支撑和压力点位，提醒大家短线多空的变化。所以这一个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观看。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每天的盘前的一个广播。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你已经点开订阅的，那么这个盘前广播至少在未来的1个月内，您是可以免费的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收得到。一般阿哲会把行情广播分为3个部分，分别呢是指数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观点，而后呢是个股方面的技术分析的观点。最近在短线多头方面，阿哲的行情广播讲的主要是博通方面的机会，而空头呢是苹果。不过苹果昨天打了止损，那么三角形选择向上，那么就不要干，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短线呢止损离场，并且方向向上。如果想要做多，也可以选择，但阿哲一般呢是不做多苹果的。而后这里呢有一些短线可能比较大波动的一些机会会做一个提醒，但是具体要不要操作呢，就看个人水平了。昨天呢专门重点加固了一下Circle的一个机会。日线级别如果昨天收一根阳线，其实日线就构成看涨，但昨天日线不是一根阳线，所以整体呢还在寻找适浪低点。但是日内30分钟，昨天是给到了1-2波的行情的。那么在波段的个股当中，阿哲有讲到有关于特斯拉、AMD、SMCI 这3只标的，当然还有谷歌也算一个，都属于以后会波段看涨。在没有达到一些可能比较严格的看跌条件之前呢，会波段看涨，每次回调找买入机会。而除此以上的内容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更加理性、理智的内容。那么以上的内容呢，可能因为阿哲的本身的性格或者说选择会有一些不同，那么导致呢，它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苹果啊，明明有做多机会了啊，你就不做多是吧？你就要找做空机会啊，这是阿哲的一个习惯。那么这呢就有一些主观的色彩，但是底下的这一个点位呢是没有任何阿哲的主观色彩的，它纯粹就是计算的结果。所以很多同学呢也喜欢只看这个点位来进行操作，那么效果也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按照红绿灯来去简单的买、简单的卖，其实你的仓位分配合理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是赚多赔少。我们看到这个高点的压力和低点的支撑，每天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个标的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如果当天的收盘价能够过去这个压力，说明多方很强；如果跌破这个支撑，说明空方很强。那么转换过来就是右侧的日线纳指的图表当中这种红灯和绿灯，稍后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这个红绿灯的指标，它纯粹就是用到阿哲盘前的这一个点位计算而得到的一个指标。目前呢，你所看到的图表当中呢，有一些黄色 K 线，我们稍后再做解释，而更多的是底下的 K 线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显示。红灯就说明当天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预测的低点支撑，那么它是一个空方占优；绿灯呢就说明它当天突破了预测的高点压力，是多方占优。那么在股市的运作当中，如果你能够比较顺势而为，短线多空顺多空的方向，那么红灯出现，我就把之前绿灯买进的止损或者说止盈，再次转为绿灯，则再次看涨。而红灯呢则减仓，绿灯呢则买进，绿灯再次出现呢则再次做出加仓，而红灯出现呢则减仓或止盈。那么以此作为操作，我们在正常的行情当中可能是小赚小赔，而一旦出现某个绿灯产生之后，它出现的是绿灯的连续、绿灯的不停，而没有红灯的产生，这种行情只要出现一波，那么之前所有的小赔都会抵消掉。而后只要出现这么一波抓到了，那么你会发现你的利润就翻滚了，因为每一个绿灯都可以作为一个加仓点，这就是一个红绿灯的操作逻辑。短线上的多空后续延续到中线，延续到更长周期的一个多空，你只要顺着它的趋势去走，那么就行了。而其中比较明确的买卖点，就是当红灯转为绿灯时呢，则是一个看多的信号；而绿灯立马第2天转为红灯时呢，则说明这是一个相对的风险信号。当然，它有时候可能会连续转灯，但一般来讲，它的方向呢，终会选择。在最近的这一波启动点上，就出现了一个红灯转为绿灯的买点。那么买进之后呢，只要是绿灯就是持股待涨，只要绿灯呢你可以加仓，那么无灯呢就是继续的看涨。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绝对的理智，不参加任何阿哲个人主观意愿的一些想法的分析，就是当前只要还在绿灯，还没有红灯，它就依旧属于机会，依旧属于看涨点。我们再看到今天盘中之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今天的低点预测，低点支撑是20318.05。
如果今天收盘价跌破它，就说明这是本次低点绿灯上涨以来首个红灯，红灯那么就构成减仓，甚至呢是彻底的离场的信号。当然，一般首个红灯我们作为减仓就行。那么，假如今天的收盘价如果能突破20470，就说明它依旧是个绿灯，依旧是个绿灯，则依旧为加仓点、买入点。而假如它在中间收盘呢，就说明是无灯。无灯的话呢，则说明依旧延续看涨，只是呢可能不是加仓、不是减仓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红绿灯的简单操作。你呢也可以以此作为更加右侧的一个判定，它不会让你卖到一个最高点，但是它所产生的红灯的提醒，一般来讲就是真的要你去在意的右侧风险出现的一个点了。那么按照红绿灯的操作，只要这一波行情没有红灯，就不构成减仓；而如果后续出现红灯呢，就等待后续出现绿灯，再次买进加仓即可。而关于这个点位，只要您是订阅同学，应该都能够看得到。而如果您是刚订阅同学，您还不知道怎么领取每天的盘前解析的，阿哲告诉一下大家。首先，您一定得要先点击订阅才行。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只要打开评论区，在视频底下，你会看到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是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这一位老师呢，他的联系方式、Telegram 的链接就放在置顶评论中，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阿哲唯一的助教。再然后，您给这位助教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比如说你发一个盘前，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是新同学，刚订阅阿哲不久，您需要每天的盘前解析，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一般阿哲呢是有一个 Telegram 的频道，盘前广播的频道。正常来说，助教老师应该会把您邀请进入频道，然后阿哲呢会把这个信息呢每天发到频道当中，供大家去进行查阅。当然了，这只是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其中一重福利而已。一般对于订阅同学，我们会准备3重大礼。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Telegram 的频道群组，它呢里面有一个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的一个信息。其中第二个点，阿哲订阅粉丝观众所专属的频道当中，除了盘前解析，阿哲日常还会把一些内部不公开的直播课程会发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供大家去学习。直播的时间都是香港时间当天早上10点，一般周一到周五都会有。所以大家在频道当中呢，只要您是认真学习、愿意学习的，技术分析方面的内容学习是绝对不会欠缺的。只要您愿意花时间在阿哲这一个粉丝群组当中，您绝对是能够有所进步，因为每天您都有学习的机会。最后一重福利呢，就是阿哲专门为大家所录制的一个交易视频了。如果您是一位还不太懂买点和卖点的同学，您也不太会去区分趋势、跟踪个股，经常可能卖飞波段、卖飞某些股票，或者说在下跌时不知道怎么去找回调买点的，那么这个福利呢也特别适合你。阿哲是专门录制了试讲视频，专门解决刚才所讲到的问题。在最近美股出现大幅上涨之后，其实很多个股纷纷走出了趋势。在这种趋势行情下，如果你之前没有上车，那么接下来怎么去买入的问题，会在这4讲课程当中去有一个解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4节课程，我们订阅粉丝专属的福利。这4节课程基本都不是很长，大概10到20分钟，每节课程解决一个问题，由阿哲和 Jacky 老师一起去教学。当这4个视频你都听完之后，基本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刚才阿哲所讲到的那些问题。所以当您找到助教，您除了进入阿哲所属的订阅粉丝的频道之外，最好还顺便跟助教老师拿一下这4节视频，它对您绝对有帮助，不管您是交易小白还是交易老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有关特斯拉的解析。我们先看到第1点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目前我们先看到30分钟。在最近的一个行情解析当中呢，阿哲对特斯拉的观点是波段看涨，并且有机会走出三浪主升行情。那么为了这个捕捉到波段的三浪主升行情，阿哲愿意承受某一些亏损的空间。所以之前在30分钟出现这种下跌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些低吸的买点？阿哲提醒过一次。那么这一波反弹后再一次下跌，是把前方的一个低吸点的止损给打掉了。通过30分钟呢，如果你想要更加快的去卖出或者说止损的，那么就是跌破170天均线的第1根 K 线、第2根 K 线被跌破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期视频讲过的30分钟的一个止损或者说止盈点。现在呢，我们说一下，当170天均线被有效跌破之后，它的一个空间的测算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呢需要找到在170之上反弹的临近波段高点，而后往下看到170的点位去往下投射，一般会看到1倍的空间、1.5倍空间和2倍空间，这3者作为一个支撑位。
如果您不是看30分钟交易，您可能是以日线来去观察的，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像这一个技巧呢，你在之前的行情也可以用到。日线的特斯拉曾经这波下跌，是不是也是出现了有效跌破170天均线，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而后这根 K 线的低点再次被跌破，我们说170有效跌破。一般有效跌破后，它产生的空间支撑，我们需要以邻近的波动高点测算邻近的170，它所对应170的点位往下投射。当时这一波惯性的再次的下跌，它其实就来到了这一波空间投射1倍的空间214.96，产生了这一波五浪下跌的最低点。那么在这一波启动之后，突破170之后呢，其实后续的这波下跌是不是跌破了第一根，跌破第二根都没有有效跌破它的低点，所以这里是不是一个有效跌破？但现在这里呢，以特斯拉的盘后去看，今天大概率应该就是有效跌破了。当然具体我们以收盘来看，但我们就假设它有效跌破。那如果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这个低点被跌破，好，有效跌破，那么一般底下的空间看到哪里？我们就用它的日线的这个高点往下看到170天线它的这个价位，然后再往下去投射，投射之后你会看到它的倍数关系。第一个就是0.5倍的空间，偶尔可能也会是这个空间，我们也去做一个标记，是306.63。而这个价位如果没有出现止跌现象，再往下呢，其实就是正常的1倍空间289.66。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我们要去寻找再次的低点低吸点呢，要么就是306.63的日线止跌，要么就是289.66的日线止跌。那么底下的1.5倍和这一个2倍空间呢，这两个价位如果真达到了，那么这里可能就不是一个3浪了。所以如果这里真的未来准备3浪，而这里呢还在进行一个2浪的调整，那么这个空间应该不能够去创左边的低点，而假如它打到了1.5倍的位置，那其实已经很临近低点了，这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加希望呢能够在股价0.5倍和1倍的空间的位置出现一个止跌的现象，而后170天线呢不要出现往下拐，就是日线上我们保持看后续能够3浪启动主升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得要在0.5倍和1倍的位置去止跌，这才能够去继续往上看。而假如它无法在这两个点位出现日线的止跌，或者说日线的一些买入信号，而是继续往下呢，那么你要注意了，它可能会是我们之前一直所想到的一个 ABC 的下跌，那么它的空间应该就得要超过这一个2倍空间了。而在前方的这两个价位停顿的话呢，就还能够保持它是一个1和2以及要走3的一个观点。所以对于特斯拉在低吸点位被打掉之后呢，我们就要往下去找新的止跌点和再次能够去买进的一个支撑点。这是对于特斯拉从这一个空间上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你会发现有这个蓝色的 K 线，蓝色 K 线呢，它代表的是一个短线的超跌，它和白色 K 线不太一样。一般白色 K 线代表的是一个波段超跌，蓝色 K 线是一个短线超跌，黄色 K 线呢代表的是一个波段的超买。这是这几种 K 线的一个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所看到这个蓝色 K 线，它说明目前的特斯拉跌到这里已经属于短线的超跌，但短线超跌它的买点是属于什么呢？它的买点是得要突破它的高点，所以当价格走势它要突破它的高点，才意味着这个位置短线超跌确认，可以作为一个短线看涨信号。而这个地方的蓝色 K 线目前是没有被突破的，所以这里呢还不能确定是个买点。而今天如果继续的往下进行一个走势，因为超跌它还没有出现一个确认，那么接下来的这根 K 线大概率也是一个蓝色 K 线。所以在未来往下探的时候，在刚才所讲的空间价位上，如果出现蓝色 K 线而后的反包动作，它就能够作为一个买点。那么也就是说，特斯拉在接下来的下跌当中，你除了关注那个支撑点位之后，你最主要看的就是在那两个支撑位上出现的反包动作。它的反包是今天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一旦出现，它就能够作为支撑点位上的一个买点，新的低吸点。而通过红绿灯来看呢，在前面出现了绿灯之后，股价呢往下运行，这一天出现了一个红灯，红灯后虽然没有再次红灯，但是也没有绿灯，说明这一个区间内呢还属于红灯影响的范围，也就是说空方占优，只是呢还没有加速而已。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的判定，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12.64。高点的压力321.62，股价如果收盘跌破312.64，就是再一根红灯。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资金动能以及一些 K 线上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
英伟达的话，阿哲就不讲它的日线了，我们就看到30分钟。在日线上呢，也就是单边的走势，单边上涨和指数有点相似，但是昨天呢开始有点弱于指数了。我们看到英伟达30分钟在走一个上升的一个三角形，也就是说当前有所停顿，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出现了2个上影线，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如果今天的盘中出现的是往下跌破这个上行趋势线，那么这里就有点麻烦，说明它容易呢往30分钟的170的乖离去修复。那么结合物极必反的变盘点，那么是不是风险将会在这里产生？目前的英伟达呢，肯定是相对要注意的，这个地方肯定不具备买点，它是一个收敛、准备选择方向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能够加速做多的地方。那么在日线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我们从日线上看到英伟达，它是不是这一次的上涨也是处于一个绿灯的走势？目前还没有红灯，但是顶上呢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代表这里呢将会产生一个压力，它是一个波段的超买信号。曾经呢，在这里是不是也是黄色的 K 线？黄色 K 线只要没有被有效突破，它就作为一个压力，只有突破它，才能说明波段的一个超卖被解除，而后市场才会打开空间。而如果把它给跌破呢，就说明高点确认，这个位置要小心了。所以当前的英伟达重要的 K 线区间又来到了，这里如果出现一根阴线的下跌，当然这里只要收阴就够了，因为下影线有点长，你看到的实体其实也可以。所以这里只要英伟达出现一根阴线，那么这里结合我们的一个黄 K， 是不是风险就确认了？当前只是还有风险，但还没有去完全的明确。底下的 BBD 呢开始有所流出，结合上方的一个黄 K， 所以这里相对小心。而一旦有红灯产生，那么就更加明确它的一个调整周期的到来。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支撑，今天要关注 156.976 的支撑，高点的压力是 159.675， 关注这2个点位。当然，这一个地方我们更多的是提醒大家，不要说你去开新仓。如果你是前期买进的绿的买进，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等一根红灯。如果红灯产生，你再离场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呢会偏右侧一点，你可以左侧慢慢的去卖、去减仓、去获利兑现也是可以的。收盘跌破 156.976， 那么这里就是红灯 K 线。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Circle。目前所看到是 Circle 的30分钟图表，因为它的日线没有几根啊，我们直接看到30分钟了。30分钟的170天均线最近刚刚出现，而你会发现从高点200多往下调到这里，为什么开始有所止跌？阿哲也想让大家去关注呢，因为它的170天均线刚好在这里有所支撑，刚好修复了170的乖离。那么不是说170有支撑就直接能够看涨，这里肯定不是的。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进行一个佐证，只是阿哲这里有一个价位是 176.401， 这是一个支撑点，而这一个支撑点股价昨天在这里是不是有所向上的波动，而后回踩也没有去跌破，所以当前在这里走了一个小的三角，而假如这里能够在今天选择再次向上突破，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去看一个反弹，至少能够看到反弹吧，反弹到左边这一个压力位是可以的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日内30分钟有做多机会的一个行情。但反过来啊，如果这个位置它不反弹，它不往上突破呢，它如果往下跌破 176.401 呢，那同样的它日内也会产生另外的机会，这里将容易往下去产生一个下跌，而下跌空间会打开，可以看到 143.55 了。这个价位是在 176.401 不能够成为低点，不能成为适当低点的时候，它往下可能看到的另外一个大概率，或者说有希望成为适当低点的另外一个空间。所以这个点位之上找做多机会，这个点位之下，在没来到 143.55 之前，你可以去找一下做空的点位。而在日线收出一根阳线之前呢，我们确认适当低点产生之前呢，我们尽可能做日内不要持股过夜。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30分钟如何表现。首先我们也简单看一下日线吧。日线的话呢，目前这波下跌依旧呢是处于一个红灯主导，这里呢反弹出现了一个绿灯，但绿灯之后呢又转为红灯，是不是这个位置就说明这个绿灯只是反弹啊？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红灯的范围。当然了，红绿灯呢，你在 Circle 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操作下去用红绿灯，这里就要小心了，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种红绿灯的一个波动？这里呢，在日线上也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它下穿了，是上市以来首次的下穿。这一天的 BBD 在下穿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变盘点，而且是低点的可能。股价呢，只要不跌破它的低点，就说明这个地方它有支撑。那么只要后续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就说明它的低点成立了。这里呢，也容易成为适浪的一个低点。
而假如收阴线把它跌破，那么只要继续往下寻找新的低点。所以从日线上来看，你也可以以此作为关键的价位，这一个地方昨天10日线的低点作为变盘低点，而高点的突破则作为日线看涨的方向。现在我们也看到30分钟，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为什么说这里30分钟产生了一个买点呢？就是这一个钻石了。这个钻石信号呢是属于一个波段的底部的信号，是阿哲呢之前在内部课上讲过的一个方案。那么这种钻石信号，它其实结合波段的超跌，效果还是不错的。曾经呢是在这个地方也出现过一个钻石信号，高点被突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波段可以看涨的点。而后在最近这一波下跌当中，也曾经出现过，这里出现了一次，但是高点呢没有突破，这里出现一次，这里2次，然后高点在这里被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呢出现了30分钟的一个看涨点，只是看涨的力度还不算很强。目前呢还没有跌破这根 K 线的高点，不过日内呢已经出现了2波的这种利润了。那么现在你就要关注它这个波段看涨点会不会被跌破，在不跌破之前能不能引发出一个新一轮的上涨，然后影响到日线周期。如果可以，那么适当低点也就大概率确定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往下就还是看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一个空间上 143.55， 所以这个地方日内 176.401 之上找做多机会，如果跌破则往下看到 143.55 的空方空间。以上呢是对于3只标的特斯拉、英伟达、Circle 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个部分，我们会讲到以下这些个股的一个短线和波段的交易策略和重要的日内点位。第一只标的是 Coin。现在我们看到 Coin 的日线图表，在 Coin 的一个解析当中，阿哲昨天的盘前是有讲到，以及上期视频也有讲过，在黄 K 出现后，如果有一根红灯，那么这里是一个风险，也是说明这一波上涨呢到这里容易要调整了。所以这个地方，昨天也有同学在看了阿哲的盘前解析之后呢，说到这里能不能去做空？如果做空，它的一个止损点是哪里？阿哲的回答呢是，当它转为绿灯的时候，那么这里就尽可能不要再去做空了。所以绿灯呢可以作为此处做空 Coin 的同学你的一个止损价位。那么今天的绿灯是多少？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355.47， 低点的支撑是 342.92， 关注这2个价位。如果今天的收盘价突破 355.47， 那么就说明你的空方的仓位就应该结束一下了。而假如依旧保持红灯呢，那么空方就还是安全的。而假如有同学对于 Coin 的做空方面感兴趣，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下一个加仓点，就是底下的这一根由长时间流进而转为流出的 K 线，它的低点呢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支撑。如果这里出现一根阴线把它跌破，那么可以继续进一步的去看它对于前期上涨后的一个修复，这可以算是一个支撑位。而如果这个支撑迟迟不跌破，那你要小心了。那么慢慢的要把你的仓位走掉了，或者说止盈掉了。这是对于 Coin 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它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黄 K， 而后有3小顶，所以整体呢也是偏空的，不太建议在这里再次去追涨或者说看涨了。在这根10日线后呢，虽然没有产生一个红灯，但是它一直保持的是阴线，所以整体要稍微的小心。昨天呢开盘价等于最高价，所以昨天的 K 线是一根光头阴线，在突破这根光头阴线之前呢，往后我们看的是一个下跌回落为主，只有反包这个光头阴线的高点才能继续看涨。所以这根光头阴的产生意味着这个调整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要小心。我们看到预测的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236.828， 高点的压力是 239.432。 如果今天跌破 236.828， 出现一根红灯，更加确定这里陷入调整周期。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博通，博通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上涨当中，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它已经是黄灯了，黄灯说明它处于短线的超买。所以阿哲在昨天的盘前的个股解析当中才讲到，不太建议去再加仓了，哪怕再次上涨，就把之前的筹码持股或左侧止盈就行了。下方呢也开始出现了上财童子，所以这个地方的博通看涨，但是要小心，不能随便的再加仓了，等待一根红灯去卖出，或者说彻底的离场，因为毕竟之前的这个买点，我们的防守阴的买点，它是一个短线看涨点而已。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的低点是 273.89， 高点的压力是 279.465，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MD， AMD 呢是出现了一个
黄 K 之后，而后走红灯。那么这里虽然波段看涨，但是短线呢看的是回调，只是因为波段看涨的原因呢，这里做不做空看各位，但是这里呢陷入到了一个调整周期，至少是要往下去看一下这个缺口的回补啊。只要它保持目前还在一个红灯和红灯的区间，那么就不去随便的去买去做多了。那么因为我们是波段看多，所以后续回调的时候关注一下绿灯的产生，看一下今天预测的低点是138.96。高点的压力是143.9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还处于这两个价格之中，或者说低点之下收盘，那么这里就依旧还保持调整周期。只有绿灯产生，才开始去发现是否止跌。在此之前，我们先不要轻易的再次的去买入做多。左侧回调低吸呢，暂时还不太建议，因为指数目前的位置还偏高。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阿斯麦，阿斯麦呢是出现了一个绿灯。出现了一波回调，整体回调过程当中虽然有绿灯了，但是否要买进呢？因为前方有一个黄 K， 黄 K 的底下，黄 K 的区间它是一个压力区，所以在这个压力之间呢，它出现了一个绿灯，能够去认为它止跌多方出现了，但是整体呢可能底位还是一个震荡为主，所以我们更加认为的是，它得要把这个黄 K 给吃掉，我们才去再一次的波段的去看涨，或者说整体趋势的看涨。不然的话，黄 K 处在这里，它呢整体压力，你这里哪怕上涨不突破，它这个位置还是容易是一个震荡。所以黄 K 产生之后呢，它容易陷入调整周期，这是要小心的。而在短线，如果你想要看涨，那么你就要关注它的绿灯能不能持续。如果在后续又突然转为红灯，那么就要注意它可能走一个 N 日型的一个下跌。看到今天的一个低点支撑，它的低点是797.716，高点的压力806.114，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苹果，苹果呢，它打掉了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上穿 K 线，上穿 K 线它容易是一个预测高点，下穿 K 线呢容易是个预测低点。那么这种高低点之间呢，偶尔会有误差，但是整体的支撑和压力位呢是有的。那么这里呢，以此我们作为一个低点的支撑位，价格下跌回来就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这里上穿就以此作为一个压力位，所以这里是压力，这几天都没过，所以在这里阿哲呢是认为有空单的机会。那么这一个高点则是我们作为压力，则作为一个止损，因为它是压力嘛，你没有突破之前，那肯定呢说明压力有效。好，突破之后呢，说明这个压力它的高点变盘不作为高点变盘。所以这里走出了一个 N 日型上涨结构，那这里是否做多呢？看个人，反正阿哲对于做多苹果的一个意愿呢不是很强。那么目前它哪怕走出了一个我们所说的下降趋势线的压制，但它还是属于一个低位的震荡的区间，而目前是打到了左边的长上影线，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当前的苹果是否要去看涨，我们就看个人，因为它当前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震荡的上沿。我们继续关注它的一个预测高低点的值，低点的支撑是202.215，高点的压力是210.345，关注这个位置的方向。如果直接出现再次的红灯，那么绿灯转红灯，则再次是一个我们所说昨天的阳线走为诱多，那么阴线呢才是最终的方向。而在此之中和此之上收盘，那么就说明它这里的绿灯是持续的，那么短线多头就依旧保持向上。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eta 的走势昨天还是比较强劲的，在出现了黄 K 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收盘价呢是突破了黄 K， 但是阴线收盘突破不太是有效的，这里作为决策阴线，黄 K 呢你不能以它为止损了，不能以它为止盈点了，因为有点远了，所以现在呢出现一根假阴线，那么以假阴的一个实体下沿作为防守。如果你是前期低位买进，目前出现假阴，在收阴跌破之前还能够继续看涨，但是如果收了一根阴线跌破它的实体下沿，这个地方也属于风险点，那么也要出现那么也要出现我们的减仓动作了。你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今天会不会出现红灯？因为黄 K 之后如果出现红灯也要小心啊。今天的一个低点支撑它是736.17，高点压力是749.82，关注这两个价格。因为前面的上涨到现在依旧没有红灯，所以如果出现红灯，那么哪怕没有跌破黄 K， 也相对要小心一点。那么往下跌的支撑呢，可以看到上穿 K 线，这一天是上穿而后被突破，所以这一根 K 线的区间它会是个支撑，股价往下调不破这个低点，那么我们依旧是往上看涨 Meta 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呢在中途出现三阳小顶，而后虽然没有破位但是有长上影线，我们止盈之后，它出现了一根比较强势的阳线上涨。而这个上涨呢，顺便把缺口补了，所以这里呢走出了一个震荡的区域。那么走了出来，就说明它这里相对转变了一个震荡的走势，是不是低位的震荡区间被突破了？那么突破之后，在这个缺口，在这个震荡上沿之上，我们去看涨，它只要不是后续直接往下掉，直接跌回来，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呢，这里作为一个起涨点。而你的止损位呢，可以放在前面这个缺口这根阴线的最低价格。如果它收一根阴线重新跌回来，就说明这个突破呢还不稳固，那么你要再等它再次涨上再去看多。所以昨天这根 K 线可以开多方的一个单，但是呢这个地方的防守位你要设置好，因为才刚突破，可能还不稳定。那么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撑压点，低点的支撑是394.24，高点的压力417.38，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呢是站回到170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落，那么这根 K 线呢是突破的2号 K 线。2号 K 线的高低点我们去关注一下，它不要在后续的回调当中去跌破这一根 K 线，如果跌破，那么谷歌这里的波段看涨呢就有点被打破了。底下呢出现了一个上穿 K 线，也意味着这根 K 线是一个重要的 K 线，所以周一的谷歌这根 K 线呢还是一个共振的 K 线，比较关键，170突破的第2根以及下方的上穿的第1根。那么这根区间我们作为一个关注点，它这里可以调整，但是不能够去跌破它的区间，再一次的止跌我们再去看涨。而从红绿灯的角度来看，目前呢依旧保持着绿灯。那么绿灯的行情运行当中呢，只要是无灯和绿灯，就属于多方还目前短线占优的。我们看到它的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支撑173.405，高点的压力是179.485，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看到亚马逊。亚马逊为什么标了红色块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黄 K 加上一个红灯，并且黄 K 它是一个绿灯，而后红灯呢出现，是不是一样是两种信号共振，这里同步的一个看价格滞涨？所以这个地方的亚马逊，它在走了一波突破之后，走到这里相对要小心一点。虽然它的结构挺好的呀，但是你要关注它这一波往下调的力度了，最好不要跌破黄 K。如果连黄 K 都能够不跌破，因为它这一天是上穿，它这里黄 K 如果都不跌破，往上再去突破它的一个高点，这里就会成为再次的波段我们看涨的一个结构。在此之前，你要看一下它的调整力度了，力度如果够强，那么它就可能还在震荡。前面的突破就是一个无效的突破，所以这是亚马逊关注的点。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6.905，高点的压力是221.60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昨天我们的盘前广播讲的是，如果它能够反包那么可以作为再次的加仓点，但它没有反包，哪怕是绿灯也暂时先不加仓。底下出现了上财童子，上次出现上财童子的时候呢，还是在我们25年的2月21号的时候。那么现在这里又出现了，这里会不会研发成一个高点呢？还不确定。但是我们目前的结构来看，还是比较强势的。连续的绿灯又出现红灯，然后又转为绿灯，这里其实就看一下能不能够把预测高点给突破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上穿 K 线，上穿之后的高点目前还是一个压力，所以一样的。不要回调跌破它的低点，而能够再次的去突破它的高点，我们作为加仓点。否则在这里如果再出现一个红灯 K 线，就要相对小心。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48.62，高点的压力是50.94，关注这两个值。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只标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呢出现了2根黄 K， 并且它构成了一个运线。运线加黄 K 后面呢等红灯为看跌信号，同时如果出现收盘价把大 K 线的低点跌破，也构成运线的下破，也是一个风险点。所以这两种情况出现都要小心。那台积电目前呢还不能说完全的看空吧，因为它两种情况还等待出现。只是有黄 K 出现的话呢，就不要开多单，您不要随便在黄 K 的时候加仓，它至少是一个短线超买的区域。它意味着这里调整的概率比继续上涨概率是要大的。我们看一下预测的值，低点支撑是223.97，高点的压力是227.32，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7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
美股即将物极必反，是否会再次加速？我们关注仿包 K 线的产生，如果没出现，那么这里再次加仓则容易有追高的嫌疑，希望大家能够谨慎对待。特斯拉跌跌不休，目前没有止跌信号，关注下一个下跌目标后的仿包行为，这将会是波段起涨点的一个信号。蛇口目前日内存在比较多的一个机会，不管是多方还是空方，关注175这个点位，如果能守住，再次收出日线阳线，那么这个地方的蛇口将是日线的再次五浪上涨。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